43协的辖区在山西，出了山西就属于越界侵权，需先请示了。龙池将军外出公干，不在军中，丁宇副官需要等到他的许可之后，才可以带兵前往福建。没有请示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我是大沽县衙捕快，依大清律例，你是跨省追凶，跟你聊天聊的我都能背律例。不过啊，你不穿北洋那身衣服，我看着顺眼多了。多谢大人，难得让你顺眼一次。哎，那个女人是个什么人啊？她是大沽9人血案的苦主，也是唯一的幸存者。荣天岭移刑的罪行就是她指认。我已经详尽盘查过了，她没有疑点，也不是维新那些鼠辈。哦，如果她有问题，我早已将其投入狱中，或者直接诛杀。我信你，你这个杠头哪容得下睚眦啊？不过，你对她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好了？你喜欢她？宁姑娘对我很是照顾。好了，绝无此事。我在下和她……得，我不管你好没好，你不嫌碍事你就带着。不早了，赶紧回去睡吧。怎么了？林姑娘在里面，那不正好你俩一块睡？这怎么睡？你想睡我这儿啊？啊！你这儿这么大的地儿，你睡这儿，我睡这儿，我就睡你这么大点地儿。我这儿再大你也给我滚！你再买一张票不行吗？你不会又没钱了吧？你从北洋出来就不带点盘缠？你是打定主意这一路吃我的喝我的啊？好，来这个，你拿着。不，大人啊，你也别给我你家钥匙，算我求你收下来。谢阁下有罪之恩，滚！大人。你怎么？我不是给你和林浩瀚一人安排了一间房吗？门口没人看守，没事儿找事儿是吗？没人看着你还不舒服了是吗？你不怕我跑了？你可以试试啊，这是火车，你要往哪儿跑？你倒是可以跳窗，跳吧，你敢跳我绝不拦着你。你不是说你和你的同志们都可以出生入死，舍生取义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你要找金坛秘藏，你知道我也要找。我就算跑了，行动轨迹还是会跟你无限接近。你的信息比我多，行动也比我一个人要便捷得多。我跟着你，起码接近真相的可能性会更大。所以你相信，就算没人看着我，我也不会走。说的很有道理啊，但全错。哦？你能到山西，说明谭仙死前把秘密告诉我。知道这个秘密的还有卓不凡，所以他们也到了山西。我们知道谭仙的秘密，都只是到山西，因为从山西去福建的线索，是我们到平遥找到菩提传人的墓穴以后才得到的。从表面上看，谭仙的秘密就到这儿，但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简单，否则就挖个坟，谭仙至于跑到上海再搭上一条命吗？所以谭仙的秘密一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部分，而这个部分你应该知道。就算有，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你当然不会了，我也没打算问你。但到了这个秘密能派得上用场的时候，你自然就藏不住了。你不用笑，我了解你们这帮人。是，你是不会跳窗，但你们真是会出生入死，真是会舍生取义，这点我信。你抓过很多我的同志。同盟会吗？你是第一个。那你为什么信？舍生取义的人有很多很多，我早就见识过了。
于焕杰他给我们留下了密函，卓不凡诱敌，他带人去了山东安徽市，下一个线索就在那里。山东是本军方控制的区域，我已经发了密电，让他们严密关注。取消吧。于焕杰他的消息来的实在太晚了，他才是我们安排了诱敌的饵。连安进来消息说，卓不凡一行现在已经去了福建的安慧寺，门三刀和王地宝他们2个已经赶过去了。我那里有2张床，你何必在这里委屈自己？这有什么委屈的？我在这儿挺好的。跟我进去。不方便。哎，你这是？反正你不跟我进去，那我就出来陪你。你跟我以为的捕快不一样，你说话有读书人的调调。其实我原本就是个读书人。我说呢？我家住在天津的郊县，算是书香门第。只是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没落了。我爹是光绪3年的秀才，只不过10年科考，未取得半分功名。那他岂不是把所有心血都花在你身上了？我爹教我读书可是严苛的，我自幼通读八股，隔3差5我爹就要抓我过去模仿科考。那你小时候可够惨的。在光绪28年，我去准备科考，可是那一年，娘去世了，我得守孝3年。3年之后，谁想到那一年，科考竟然废除了。我爹一生都希望我博取功名，哪知道一夜之间，痛不欲生，一病呜呼。给我爹办完丧事，家里已经没什么东西了，得糊口啊，我就跑去了大沽县衙，想谋份差事。本来我是要去应征文书的，结果那天招的是捕快，我凑在旁边看热闹，结果一不小心被挤进了教场。哎，对，快点打，快点打！我是来应征，别耽误事儿，赶紧打，打！哎呀！好啊，就不一样。你可以吗？啊，继续。大人，我知道你是行，但打1场还不够，下一个打他！来，我继续。有点，你还可以啊！哎，过来！你叫什么？王家洛。师爷，当即录用，捕快王什么王？王家洛。哦，对，王家洛。大人，我是来应征文书的。我知道你是来应征文书的，把文书记一下。就你这功夫，你来应征文书，那不是有辱斯文？在下以为，哎，这位好汉，上前一步。县太爷，当捕快挣钱多，俸银比文书高出1倍。知足吧你！我都想当捕快，他们不让。可捕快威风，腰里挎把刀，啥好东西都往家里捞，还能横行乡里，欺男霸女，可带劲！大人，在下生平最憎恨的就是欺男霸女、横行乡里。
我们在考验你。就他了。可是你一个读书人，怎么会功夫的呢？那是我10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疾，痊愈之后身体一直都很虚。大夫建议我最好能够习武强身，可是家中贫寒，无钱拜师。我记得当时村头的破庙里有一个老疯子，自称是武林高手，我就跟着他胡乱的练了几年，没想到身体真的强健了许多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功夫好不好，第一次跟人动手就是选捕快的时候，那次之后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是大沽县第1高手。你本来就很厉害啊，你打败了荣天里那么多高手呢。是啊，这次追凶我才遇到真正的江湖高手。说实话，他们功夫确实比我强，但我觉得呢，也没强太多。其实我也能算一个高手吧。这一生，我最痛恨的就是变法，废科举。他让你失去了科考的机会，你当然恨了。让天下读书人再无前程。但是，我自己能不能参加科考，并不是最重要的。那什么是最重要的？维新动荡了皇权，进而毁掉了大清。但凡是危及皇权、危及朝廷的事情，都于民不利，于国有害。圣贤自古就以说清的缘由建好了规矩，怎需去变？同样的法，同样的皇族，从前有抗坚盛世，有纵横四海，缘何要变？是要强国，但强国何须要变法？如今国力孱弱，民心涣散，要变的不是朝纲，而是人。如果每一个读书人都愿意为皇上解愁，为朝廷解忧，倘若每一个习武者都愿意为大清拼杀，为社稷搏命的话，又何惧列强？我竭尽全力，千里追凶，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法纪律令，更要立心存志。国不可无君，朝不可无纲，法不可无纪，臣不可无节。即使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捕快，已经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仕途，但我宁愿在这小小的县衙里，守规矩执着，守法纪坚持，守清流崇敬，守如此气节。江洛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我是怎样的人，你还不了解吗？我可是为了救你才向门三刀交代的信息，因为担心你的安危，我连跟门三刀开个战谈谈的事儿都给忘了。可见我是个性情中人，可见我对柳小姐你真是有着情意呀。我知道你就是宁死也不愿意看到那帮蜻蜓走狗得到秘藏，不过结果还说不定呢，没准卓不凡拿到了，他发了，也没准都找不到，大家空欢喜一场。不过好在咱们现在跟着门三刀呢，万一内务府找到，应该少不了一份大事，大不了到时候分孙先生一半，意思到了不就行了？柳小姐，你觉得呢？你一大早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吗？我是想表达一下咱们的情感。滚！穆千秀，这火车上你让我滚哪儿去？一看你就还有起床气。等下到了江宁啊，我给你弄点雨花茶拜拜火。其实到了今年这边拜火，那还用茶呀？我就是想表达一下，
你看这些天来啊，凭借我天才的眼光和出神入化的手艺，还有一颗为朝廷效忠的心，最终在一堆碎成渣的词篇当中找到了关键线索，成功的将目标清晰地指向了福建安徽寺。既如此，我多少算是立功了吧？要是找到了秘藏，于情于理，兄弟我都得分得一份吧。找着了，重重有赏。哎，还是穆青兄豪爽大气，痛快。能赏多少？我知道，这事儿穆青兄还得问问上头的意思。不过我觉得吧，2成，肯定是有点多了。1成总说得过去吧？行了行了，可以滚了。能不能先立个次序？我不是信不过穆青兄啊，我是担心万一要是穆青兄遇到点什么意外，内务别的人不承认了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要是死了的话，死之前一定先把你给砍了。那不能，穆青兄哪是那样的人？穆青兄，要是找到了宝藏里面有古玩什么的，以我的本事，必然能卖个好价钱。林浩瀚，你这一大早叨叨的，我脑袋都疼了。滚！再不滚我就把你丢下去。行，穆青兄，别喊，别动气，不用您扔，咱马上就到了啊。吃点吧。掌门，喝水。谢谢。再见识一下，等我们到了西安府就换火车。这江南本是富庶之地，为何处处都是乞丐和流民？现在10几个县城遭难，房屋冲倒，农田被毁，不知道又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啊！灾情如此严重，怎么不见朝廷来赈灾呀？上报了吗？其实今年的雨水和往年差不多，只是因为朝廷拨款修筑大堤的银子，都被那一茬茬的地方官员贪污克扣了。这偷工减料筑起的河堤呀，水还没涨上来就扛不住了，结果一场平常的洪汛就决堤发水了。地方官员怕上报后会追查修堤渎职一事，只能隐瞒灾情，衙门拿不出钱来，只有拼命的预收赋税，已经逼得商家把10年后的税钱都交了。原本凑了点钱就能赈灾，没想到浙江这边又闹起了旱灾，朝廷拨了赈灾款，免了些税赋，内务府就只能把原本要浙江进献太后贡银的数目加到江苏来了。这一弄，灾民们就彻底没法管了。可是这么多灾民，地方官员也扛不住啊，直到前些天才不得不跟内务府求情。我好不管了，再不管，死人太多，就兜不住了。我就是个小官，俺没啥个钞票，我把半年的俸银都捐出去了，要不然也不会我兄弟来了就请那个小外地吃饭。这是什么话呀？这小馆子的东西啊才好吃。何太兄，
你这个兄弟啊，是条汉子。他当然是条汉子了，到哪儿都能把上司给得罪了，才混成这德行。来，敬兄弟一杯。大人，这地方的官员听说您在此处，已经过来了。王五举杀将到来了，那我先走啊。我看不得这帮人的嘴脸啊。也好，他们来了，这一顿肯定是他们掏钱，我还省着呢。葛大人，各位兄弟，保重，后会有期。葛太兄，你这个兄弟有意思，是个杠头。内务府大人来到，下官有事远迎。大人怎么能在这种破馆子吃饭呢？请大人移步，下官在最好的酒楼摆下了酒席。我等还有要务在身，就不劳烦两位大人了，多谢啊。二位大人，我等确实是有要务在身，要不然一来的时候应该先去拜访你们二位的。大人何必客气呢？公务要紧呐，这吃饭也要紧。咱们走吧。可我们这都坐下了，现在走恐怕不太合适吧？要不你们差人去把你们备好的酒和菜都给取过来？也好。对了，咱们这当地有没有什么特产能带着在路上吃的呀？那太有了，酥肉、酱鸭、糯米糕，还有蹄膀、火腿、大肉肠。待会儿我让他们送过来，给您带上。有劳了，有劳了。改日你们去了京城，我做东。不放着。葛大兄，将那俩孙子拿的酒菜，还有那些个特产，都分给这些灾民吧。我把店里的几百个包子也全都买了，一并发给他。我自己掏的钱。这么多灾民，哪儿救得过来呀？对了，存清大人到了。存清大人，他怎么会来？大人是来赈灾的，听说咱们在这儿，在府邸等你呢。我把东西发了，就过去。来。走。你不觉得整个大清已经病入膏肓了吗？从皇室到地方衙门，再到县衙，通通都已经烂透了。君不顾民，官不顾国，这样的王朝还怎么救？你心里面其实也是这么想的吧？你刚才跟那些地方官有说有笑的，就是为了拿些东西来给灾民。你想帮他们，你不忍看他们挨饿受冻，但是你能帮多少？你能救他们吗？大清已经烂透了，无药可救，唯有推倒重建，方能够再度崛起。你说的很有感情，但如果下次再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我就让人把你押回京城，交由刑部处置。走啊！唉，悲喜交集。大人何出此言？净坛秘藏终于有了点眉目了，这是好事啊。可是它终究会落在谁的手里头，这又是未知之数了。哎，这个事情本来就很难，能够走到这一步，实属不易。属下未必能找到，但我不会输给别人。我们得不到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啊，大人，属下冒犯。有话直说。大人是不是已经确定这意图谋反的人就是齐亲王？那大人为何不直接将其拿下？以内衙在京城的势力和大人的谋略，此事应该不难。要抓他太容易了，说抓就抓了。大人是在顾虑拿下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？对，拿下之后该怎么办？
社稷大逆不道的话，当今的皇上还是个孩子。可是齐亲王他又是皇上的表叔，他要政变。他们这一家子的关系，满朝文武心里都明白呀。论在内阁的力量，他不输给摄政王载沣；论军事，他有北洋的女婿，他跟各国的使节过从甚密。说不定现在朝中有很多人都已经认为他比宣统帝还合适。唉，你看看这个。以前我专门挑了一份礼物给齐亲王，是欧阳询亲笔写的《庄子列御寇》，读过没有？朱平慢学屠龙，于之离异，但千金之家，3年继承而无所用其巧。大人是想提醒齐亲王不要想着屠龙。齐亲王雄谋大略，他很快的就送我这份凋零扇。以前的诸葛亮就用过凋零扇。三国蜀志闻之，儒生俗世，识时务者在乎俊杰。此间自有卧龙凤雏。哎，总而言之，就是齐亲王他提醒我，你最好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哎，今天无论是大清也好，是齐亲王也好，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残酷的事实，就是大清现在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了。而收拾这个烂摊子，靠来靠去，没有比靠前更重要的了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内务府能够尽快的找到净坛密藏，这样就救了大清，救了朝廷，也救了所有的内衙，也救了我们自己。明白。反之，如果这个宝藏让齐亲王给拿走了，那他就彻彻底底的赢了。唉，我不希望看到他赢。但我也不希望他输，最好的结果就是钱在我们自个儿手上，在朝廷手上，这样齐亲王就得乖乖的在内阁为大清撑着江山。哎，我把话说得重一点，社稷的安危就寄于你一个人身上。大人，属下有一事不明。属下这一路走来，看到全是灾民，凄惨不堪。既然大人已经到此，为何不见衙门开仓赈粮了？我既然来了，就是要赈灾啊！我也在等啊，我也着急呀。是赈灾物资还没到吗？不，朝廷的物资早我们3天就到了。那为何不开仓赈粮？时机不到。时机？时机，穆青啊。赈灾它是要讲时机的，哪儿的水旱灾一发，朝廷马上开仓放粮，老百姓会不过意来，他可能还会埋怨你，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带的东西够不够啊？还嫌米太糙，还嫌菜会不会烂呢？有没有鱼肉啊？最好多给点钱呐什么的，还要再等一下吧，再等他们死个几千上万的，那时候开仓放粮，大伙儿不但是感激朝廷。个个哭喊着皇恩浩荡，这是千百年来救灾的总结的一个经验啊，讲的大概就是人性吧。哎，就那个字儿，愚。大人开门啊！求救了，老大人！大人，求大人救救我，救救我一家老小！你有什么难处？我本是江南制造局的账房执笔，叫何富贵，也是吃过皇粮的。大人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江南制造局本来每年盈利不少的，但是跟衙门上缴的银两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连年盈利又连年亏空，迫不得已只得裁减人数。小子丢了差事，已经3个月了，实在不敢告诉家里边刚生了孩子的媳妇儿。现在小子手里边身无分文，老婆又不下奶，我又吃了3吊鲫鱼吊奶，孩子还缺一件过冬的棉袄啊！大人，我本想沿街乞讨，可是你看看这满大街的乞丐，
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，大人。大人，我就要4两银，4两银就能帮我全家老小渡过难关，求大人了，大人。哎，这是4两银子，够买3担米的，够600、700人能活上1天不饿死的。你说这银子要先给你呢，还是给那600、700人，让他们先不饿死，继续找饭辙呢？不是，大人，我就要4两银啊！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不是不可怜你，我是不能不可怜满城的灾民。大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大人，这我何富贵从未少缴过半分赋税，我在制造局也没少帮衙门赚钱呢。现如今我落了难，讨4两纹银都讨不来，你这是官逼民反呐！官逼民反？你想反？你敢反？把他给我拿下！哎，大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大人，你速速去办你该办的事儿，这儿都差不多了，天黑之前就会放了羊。好久没得出东西了，大人。大家不要急，每个人都有。赶紧下去，让他们排队。大家都排好队。啊，每个人都有，别挤啊。这就是朝廷，这就是皇恩。这一场灾下来得饿死多少人？朝廷即使再难，也不可能不管子民。天灾人祸，灾难来临时，也只有靠朝廷，才可以力挽狂澜。过去！人都要排队啊！这边，不要抢！你走吧。林姑娘。青哥，大人，你辛苦跑一趟，去制造局打听一个以前的账房先生叫何富贵，问一下他家住哪儿，把这些钱给他的妻儿。去吧。是不是觉得给了钱，良心上就会舒服很多？10几年后，何富贵的孩子会长大成人，你觉得他是会记得你这个给了他一锭金子的大内侍卫，还是会记得逼死他父亲的清廷？4两银救不了何富贵，更救不了满城乞丐。一锭金子或许能够救何富贵的孩子，但是救不了千千万万更在饥寒贫困中的孩子。
清廷已经病入膏肓了。民命不敌皇族冷暖，苍生不及权势抗衡。如此政权，就算你拿到了禁坛秘藏，也成不了救国良药的。清廷的体制已经坏了，唯有连根拔起，才能够治标治本。12年前，我在先帝身旁，听他和康梁聊变法，也曾说过这样的话：变法成天下之治。先帝说，这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。那时我只是一个御前带刀侍卫，每先帝和维新党人议战，我都在，听多了，自然也明白了其中许多道理。先帝说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贼。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这心中之贼到底是什么呢？朕以为，这第一个贼便是伪善。我们平时所学习的程朱理学，无非就是存天理，灭人欲。但是翻翻我们的历史，历朝历代，靠圣人学、仁义道德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？光讲仁义道德是不能够解决一个国家危难的。你们仔细想想，你们所学的四书五经，苦苦研习的八股文，能挡得住洋人的坚船利炮吗？能改变贪腐横行、土地兼并、流民千里、国家精力丛生的局面吗？我知道我救不了千万个孩子，我给了何富贵的孩子一锭金子，心里头就觉着，我好像给了千万个孩子一碗饭，这就是伪善。母亲大人，不叫我鹰犬了。你不是寻常的鹰犬，你其实是有接受变革思维的。你经历过公车上书，参与过戊戌变法，这是中国几百年来历史上变革最大的一次了。尽管变法没能成功，但你是亲历者，你是知道变革有多大力量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关于国之未来，朝野之议的有4者：第一，是既得利益者，就是王侯将相，是守旧派；第二，是主张技术强国、军事强国的洋务派。中堂大人，对，就是他。但他没能成功，也没能改变中国。第三，就是光绪帝康有为、梁启超的维新派，主张制度强国，主张以皇帝为核心。你们也失败了，你们的变法只坚持了100天。103天。没错。第4，就是孙先生了。其实孙先生和康有为、梁启超有着相同的见地，但是不同的是，孙先生致力于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。这个世界由民族、民权、民生构成。孙先生的理想就是要结束千百年来的封建帝制，走向共和。结束千百年来的封建帝制。孙先生的理想令人敬佩。他的理想就是希望4万万同胞人人不提饥、不好寒。了不起，了不起啊！母亲大人，你还是叫我鹰犬吧。你不是寻常的鹰犬，你是能够理解我们的行为的。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叫你同志。如果我找到了禁坛秘藏，如果我把秘藏交给你，交给孙先生，那孙先生能够完成他的理想。我不能骗你，我不知道孙先生能不能实现，但是我可以笃定地告诉你，无论生死，
我们都会朝着这个目标前进。谭仙的秘密是什么？没有秘密，我怎么找得到金坛秘藏？谭仙的秘密就是平妖乱坟，别无其他了。你们叫什么派来着？我们革命派，对吧？革命，革谁的命？改制和立宪这些先帝当年都能够理解和接受，我自然也能够理解。但孙文这一套，我不是不懂。你是要我自己反自己不成？你是同盟会乱党，我是大内侍卫，咱们俩从立场上就是对立的。我之所以不审你，原因有二：其一，我说过，我不觉得改制和变革是大逆不道的事情。我也见过许多因为要改制和变革最终流血死去的人，我自己也因此做了12年的苦役。所以，纵然你是谋反重犯，我心中对你还是有一丝不忍。而且我坚信你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，对你用心多半没有结果。你这套革命共和理想的话，今日我就当作没听过。但日后你要是在我面前再说上一个字，我就让你试试。滚！我就说了，你就还该叫我英爵。原因有二，你只说了一个。你们这帮搞革命的女人哪还有一个女人样？老子不想看你的大脚！卓不凡秘密接受齐亲王之命这件事，钟将军你是刚刚知道呢，还是刚刚才想起来要告诉我？谢先生前日来找我的时候，我还完全不知道此事。前日，那就是说，钟将军昨天、今天都很忙啊，忙到今天晚上才想起来要告诉我。谢先生是觉得我做的不妥？那怎么会呢？齐亲王是钟将军的岳父。将军，你能把自己岳父的秘密都告诉我，说实在的，我是有些意外，更多的是钦佩。齐亲王派遣江湖人士寻找净坛秘藏，此事在我看来那是可有可无，一个传说而已，我就不信他能这么轻易找到。这件事啊，可不是可有可无，有。就说明了齐亲王已经有了企图和控制收买北洋的办法了。他找不到，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？那钟将军希望他能找到吗？不希望。哦，谢先生不用怀疑。其一，我是齐亲王的女婿，不是他儿子。齐亲王的女婿价值要比亲情重要得多。齐亲王他只是需要我一个北洋的身份，这我很清楚这一点，我也很不喜欢这一点。其二，让我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是北洋，不是他齐亲王。甚至我有这么一个王爷岳父，在北洋中都有人对我颇有微词。谢先生，你我都清楚，北洋才是决定大清命脉的力量。齐亲王这件事能否成功，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所以我很清楚自己怎么选择才是正确的。还有其三吗？算不上其三，但也是我的一些想法。我觉得太迟了，齐亲王太迟了，大清太迟了。若是再早些年，或许还有希望可以通过政体来解决朝廷的麻烦，但是拖到今天，太晚了。病入膏肓的大清，不是说救就能救得活的。看到齐亲王在竭尽全力试图逆流，我很钦佩，但不欣赏。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剑四顾，心茫然啊！
我记得钟将军是留洋回来的，想法果然不迂腐，也不空泛。你说的很好，也很对。北洋能有你这样的年轻将领，何愁不强大？行路是难，但那是齐亲王的路。对于钟将军你来说呢，则是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呀。夫人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态度，绝无其他意思。当年门三刀因变法被囚，打入牢中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夫人，你不要多想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如果有一天我也像门三刀一样入狱被囚，你会怎么想？怎么做？你想做什么？我只是想知道，如果真的有这一天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为什么会如此胡思乱想？你是北洋的将领，是王爷的女婿，你怎么可能成为囚犯呢？当初门三刀因为变法被囚，被打入牢中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想都别想，一点可能都没有。阿玛，着急了，太着急了。康有为着急了，梁启超着急了，就连光绪也跟着着急了。废八股，让全天下读书人茫然无措；裁撤荣源，撤掉那些吃白饭的官吏，是好事，可是用力太猛。一道旨意，让京城上万官员失业，又不给安排出路，100年皇权为何如此仓促地说变就变？开水煮青蛙，哪个不跳起来呀？100天，仅仅100天，一场闹剧，惨淡收场。珊儿，不要再想他了。他虽然只是个光绪身边的带刀侍卫，可他参与太多变法的事情。先前光绪提到过要给你们做黄媒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门三刀这个不知轻重的小子陷入太深，如今连光绪都身陷囹圄，大清皇帝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啊，他一个御前侍卫的死活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谁能说他无罪呀？谁敢在这个时候替他说话呀？门三刀只是被打入大牢，并没有推出午门斩首，这已经是万幸了。
可是他这辈子也别想再出来了。你呀，幸好是跟他有情，并未有婚约，否则那才是真正的不幸呢。哭吧，眼泪哭完了就不要再哭了，把他忘了，就只当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。安慧寺，没听过，你听过吗？这我也不知道啊，好像也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庙啊。麻烦问一下，知不知道安慧寺在什么地方？哎呀，这个还真不知道呀。都没有人知道。会不会找错了？我去问一下。好。怎么样？这里都没有人知道安慧寺。老板，跟您打听一下，知不知道安慧寺在什么地方？老板，我问你话呢，知不知道安慧寺这附近有什么寺庙吗？滚！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说什么意思啊？你来问我这个杀猪的庙在哪？你想干什么？我问问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我是个杀猪的，天天见血，天天杀生，你怎么不去问尼姑她妓院在哪？你怎么不去找捕快，问她在哪里抢钱呢？怎么说话呢你？你怎么说话的？王雄，走了，咱们到前面看看。走。老板，你知不知道安慧寺在什么地方？那你听说过这个寺庙吗？那你有？那这附近还有其他别的庙吗？就是一个寺庙。好嘞。劳烦问一下，您知道安慧寺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谢谢。这位师傅，劳烦请问一下，您知道安慧寺在哪儿吗？安慧寺，谁跟你说的安慧寺啊？在下是受一位故人所托。
你这个故人死了很久了吧？师傅何出此言？安徽寺以前有，现在早就没了。好多年前就改名了，现在叫浮屠寺。浮屠寺也是个弹丸小庙，没什么香火，好像也没什么和尚在了吧？嗨，谁还知道啊？那您知道这浮屠寺在哪儿吗？反正不近，离此地有个200-300里，在闽东靠海的地方。你往东去吧。多谢师傅。走了，走。闽神门里一条虫，我没来过这儿，我哪知道安徽寺在什么地方？穆青兄，虽然说我是天才，可天才他不是地图。你把地方官叫过来汇报一下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？顺便再请咱们吃个饭。哎，我没指望你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地方衙门都查到了，幸好让他们提前去查了。这个安徽寺啊，在东边几百里外靠海的荒山里，之前还是挺有名的。40多年前山洪爆发，安徽寺的方丈为了百姓安危，在上游炸山引水，让洪峰改道避开了山另一边的村子，直接泻向安徽寺，整个寺庙啊就全被淹了。不是，这不把钱扔水里了吗？后来洪水退去啊，但寺已没入水中，只有一小片地露出水面，去上香的人呐也很难进去，渐渐的也就没了香火。之后就改名叫浮屠寺了。这寺啊往后就衰败了，再没有出名的高僧，到现在根本没什么人知道。地方的衙门也是查了好多记录才查到。改名，改得对。对。怎么对了？你忘了，44年前内衙追查铲子失败，并且失踪了数人，又是40多年前，这安徽寺改名叫浮屠寺，那是因为净坛密藏的秘密被藏匿到了此处，所以才会改掉寺名，做出衰败之象，用以掩人耳目。这开庙收香火钱，可是不上税的买卖，这么赚钱的生意都不干了，那净坛密藏肯定是笔大钱。这钱花的也太快了，是你给自己留的太少了，要不然能这么拮据啊？给。不用，你这儿的钱先不动。那你这儿的还能撑多久？还能撑个10天半个月吧。要实在不行，我再找齐亲王商量商量。你会去吗？跟人要钱的事，你做得出来啊？我一直想跟你换一把新的剑，你这一把也太破了。没事儿，反正也没人赢得了我，而且这把剑已经陪了我好多年了。也就你不在乎，那余焕杰的剑都比你的好。我持剑700余战，就没见过剑比我差的人。还记得我刚出山的时候，遇到的第一个对手，是个有钱门派的少主。他的剑富贵华丽，说是价值300金。再看看我这把，我这把只是花了2两村口铁匠打的。但我断他那把价值300金的剑，只用了1招，所以从那以后，我就对名剑再无眷恋了。你知道吗？前朝有个剑客，
持剑800余斩，从未尝过败绩。而且最后，他连剑都不用了。剑客不拿剑？对啊，他最令人无奈的是夺剑。他说，剑在谁手上都一样，夺过来用就是了。以你的剑法，是不用在意用什么剑，但你好歹是个掌门。用一把别这么破的剑也是应该的。你看看你的剑，没事儿，磨磨就好了。于焕杰他们都不在了，现在跟着的弟子都是听你话的人。是，都听你的话。也不会说什么。师兄，现在我可以做你师妹了吧？你不是跟内务府有合作吗？怎么没有跟他们一起来福建？那个北洋的，臭不快，怎么阴魂不散？我要，咱们赶紧走。在这等我，我要真凶。丁宇兄，嘉洛，嘉洛兄，哎，龙池将军命我带兵赶来增援，我们连夜行军，怕会误事儿，啊，刚发愁怎么找你呢，这不碰见邵夫人了。你要是早到一会儿，我就抓着于焕杰了。啊？没事儿，反正咱们都追到这儿了，早晚能抓到他。哎。你不是说北洋兵不能越界吗？龙将军已经疏通了各地的关系，只要是为了追查宝藏的线索，贾老兄，任意调遣，去哪儿，你说了算。如果真像莫坤师伯所说，接下来只能找到1张图，要还是不够的话，那怎么办？这件事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不会简单，但再难我们也得坚持下去。而且我相信，哪怕只有2张宝图，我们依然能参透点什么出来。你先回避一下。好。卓不凡，卓不凡，你无耻小人，无信无义！你竟然用如此卑鄙的手法，拿师伯和师弟们这么多人命来给你自己铺路！荣天剑派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败类？我打不过你。但是我今天就是拼了命，我要为他们讨个公道！八戒，八戒呀，你个小人八戒！大师兄，如果你肆无忌惮能消气的话，你尽管死。不过我的命你要留着，
我要重建荣天剑派。你少说这些虚情假意的大话！师兄，大兄，大兄，你们放开大师兄！放开！站！大师兄，我刚进山门的时候，就是你叫我背门规，叫我入门见识。虽然我是掌门，但我和所有师兄弟心里一样，都有你这位大师兄。在山西的时候，是我骗了你们，是我的错，但这都是无奈之举。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我们怎么能甩开大内师妹，怎么能甩开北洋军？当日，你、师伯、师弟们离开的时候，我心如刀剜，我也常常问我自己，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？可我思前想后，我觉得我做的没错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门派。你没说个啥字哦！楚不凡，师伯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刚刚出来呀，我都没瞧见他老人家几天，他老人家就……你以为这只是我一个人的计划吗？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他从一开始就打算以自己为饵，牺牲自己来成就门派。他老人家到最后都让我不记恨你，楚不凡，你够狠。你最好记住今天，记得是你拿师伯倾托师弟和众多弟子的命换来的这个机会。什么机会啊？你机关算尽，搭上师伯师弟，最终不还是没能销声匿迹吗？这话什么意思？就在刚刚，就在城外，我遇到了带着北洋兵的捕快，他都能追来，内务府的门三都会远吗？幸亏我逃脱及时，找到你们。卓不凡，我要不念同门之情，我就不来跟你说这些。你看这里天亮之前会不会被包围的插翅难飞？若真如大师兄所说，那我们得马上离开。大师兄，我已经找到了具体位置，咱们连夜出发，赶去浮屠寺。你记住，我到现在还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师伯和师弟们白死。等我们找到秘藏的那一天，我必手刃你，为师伯师弟们报仇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于焕杰说的不过是一些气话。我知道，是师伯和师弟们用自己的命换了大师兄一条活路，可这都是我的错。你来做什么？武清大人，我劝你还是叫我鹰犬吧，别再说我什么不是寻常的鹰犬，不管寻常还是不寻常，我都不想再听你聊民主、进步、革命。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刑罚，你要是忘了，我可以跟你再说一遍；要是没忘，就滚。
小姐，其实我呢也有一颗渴望进步的心，我也非常愿意和你聊一聊民主啊、进步。滚！革命啊！走。花青，上香。敢问大师贵法号？小僧法号渡厄。渡厄大师，在下荣天剑派掌门卓不凡，我是受菩提院首座传人之托，他有件东西留在贵宝刹。口令。谭仙那封信，我只看到了地址，没有看到口令。渡厄大师，在下的确没有口令，但我确实是按照菩提院首座之托才能找到贵宝刹，还请大师行个方便。渡厄大师，我等奔赴千里到此，必然是要拿到东西，还请大师行个方便。你若再不言不语，那就休怪我无礼了。杀人烧庙，我也不是干不出来。给我搜！不凡，有人来了。
没想到到底还是找回来了。粗鲁，这帮江湖人真是粗鲁，见面就掐，话都不说就打，什么事儿不能谈的，都是生意嘛。 是，方丈。地方看着实在寒酸，外面寒酸也就罢了，里面也这么寒酸，怎么看也不像藏着金山银山的地方。你一个跟我进来。葛大兄，你们在这守着。方丈，不能把东西交给这些朝廷鹰犬，菩提传人，东西是要给菩提传人的。 我才是菩提院首座传人留下的线索，在我手里。菩提传人的遗愿是要把金坛秘藏赠与同盟会，不能给这些朝廷的人。何以证明？这句是一句口令。口令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，也不知道该怎么用。 但你要牢牢记下，这是程昱再三强调的：
说是一定会有用处。记住了，牢牢记住啊！记得清清楚楚。我知道口令，要得到秘藏，必须要有一句口令才行。无分贫富贵贱，众生皆将平等。